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我们在现实中间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军工的这个股票的一个研究啊。从2020年到2024年，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呢？是因为我们要在投资中间要赚钱的，是吧？你想把你的投资翻一倍，那么你需要你的研究报告，你厚度要很厚才行。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当你买了股票之后，如果遇到市场大幅的波动，你心里没有底的话，你守不住的。它涨起来你也守不住，跌下去你也守不住。所以要想能守得住，是吧？要想在几年把这个资金翻一倍，你没有一个深厚的研究是做不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美股的四大巨头啊，这雷神、波音防务、洛克希德马丁和洛斯罗普格鲁曼这四家公司的基本情况啊。那么数据报表呢是从2020年到2024年的。那么对2025年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做研究的话呢，首先从行业分析开始，从行业分析到公司分析到财务分析到估值的分析，你必须这么走。你不能说你觉得哪个公司股票好，比方说这个格鲁曼好，你就买格鲁曼。那么对同行你不了解，那么在这个深水池里面，你压根都不懂的话，你很容易失败。所以要做任何投资，必须从行业入手，做行业，做公司分析，做财务分析，然后再做估值分析，来做当前的有没有投资机会的分析，对吧？等等方面做到之后，才能投资，把咱们这里一点养老钱啊，能够尽快的翻一倍，是吧？那么现在我就开始跟大家看一下行业分析啊。首先，国防工业呢，它是由一个政府驱动的一个特殊行业啊。那它的特点是这个，包括就是高金融壁垒。一般公司你不可能新搞公司，你马上就可以得到的国防订单啊。新公司很难进入这个企业，所以它需要庞大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包括严格的这个政府的审批和长期的信任关系，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壁垒，也叫护城河吧。另外呢，政府它作为这个主要客户啊，那么就是这个国防工业呢，它的收入几乎都来自各国政府的军事预算。它不像一般的市场化的产品啊，做的民用产品，所以那个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和政府预算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公司业绩啊，或者跟公司跟这个政府关系不好，对吧？比方说现在欧盟也在大力发展这个军备，那么可能对美国的这个军售会有一定影响，对吧？另外的长期合约，它那个一旦获得政府的合约，通常是长期的啊，上10年的是吧？因为一个武器系统的一个开发和维护，可能要数十年。比方说美国这个 F-16战机啊，这个已经是装备了很多国家了啊。现在不是新出的战机，现在是最先进是 F-35了，但是 F-16还有长期的维护这个保养的问题，他们也为公司提供了这个稳定的现金流，对吧？另外就是技术密集型，那么各行业呢就是高度依赖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所以投入也比较大，所以投入这个资本投入也比较大，这是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啊。另外呢，全球化订单，那么你是这个是全球市场的啊，谁做得好，那么可能会抢你的订单，是吧？这毫无疑问，它是这样一个行业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2024年的全球的国防支出大概是2.2万亿美元，美国占了40%啊，大概是8800亿美元。那么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啊，像俄乌冲突啊、中东局势啊、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是吧，以及新兴的技术，那么推动了需求增长。这是玩书为什么还有开这个军事系列啊，世界大战的加速进程啊，关注世界军事经济政治，你才能关注国防股，对吧？你不关注，那你这个信息方面得不到，是吧？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大巨头啊，这个全球的军费的2024年同比增长9.4%，已连续10年增长。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一个行业，希望它年年增长。一个行业如果是个夕阳行业，这不增长了，那你就是吧？那你投资肯定也完了，是吧？
2025财年国防预算呢是大概是8498亿美元啊，聚焦在这个核威慑、太空导弹防御和 RDT 案一，就是这个长期的研究啊、这个开发啊、这个训练啊、这个方面啊，它简称 RDT 啊。那么欧洲和中东的冲突的话，推动了北约多国提升军费。大家知道，在川普的这个号召下啊，北约准备把它的这个军费提升到这个 GDP 的5%，那么会对未来产生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推动啊。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里面呢，像洛克希德马丁啊、格鲁曼、雷神、波音和通用电力都是几大主力。那我们先分析，主要今天就是分析这4大军工巨头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大公司的护城河啊，就是它有什么样的高壁垒，阻止同行能够进去呢？那么 LMT 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呢，它主要是 F-35平台导弹防御加太空。那在手的订单大，目前是1600亿美元订单的这个积压啊，就是说现在不愁生意，就是愁怎么做完，那这就比较好，这生意就是个生意来说就比较好，它不愁生意啊。那么你要不选它，选别人的话，那你转换成本比较高。它的 F-35在全球已经非常有名了，F-16啊，F-35很有名啊，政府的长期合约绑定的。另外就是那个雷神是原来柯林斯和惠普合并的啊。那么它有雷达和这个导弹啊，双人驱动啊，它这个长期的维保也保持了一定现金流啊。另外就是 NOC 了。NOC 呢，它主要是战略威慑与太空这一块啊。大家知道，最近这个美国刚去炸的伊朗的核设施，就是用的这个格鲁曼的啊 B-21的这个远程轰炸机，对吧？啊，它也是有很多这个长期合约啊。另外就是波音这个公司很大的，那么是波音防务的是它一个子公司啊，它的多元化涵盖了这个空间啊、海军啊、太空啊，但多年来的成本超支啊、盈利不稳，它还有商用部分啊，可能对它有些影响啊。我们首先看一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的这个 F-35这个联合攻击战斗机以及 F-22啊猛禽战斗机是它最有名的是主打产品的。另外它还有导弹就是标枪导弹以及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这个用到中东啊这方面用的很多了啊，还有就是旋翼与任务系统，它的黑鹰直升机啊、宙斯盾的作战系统，以及太空业务，它的4大业务啊。那么主要业务毫无疑问是航空业务 ，F-35战斗机。它的商业模式呢，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国防承包商，70%收入来自于美国国防部了。那个它的系统整合能力比较强啊，它强调武器的这个整合能力。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空军是现在目前的军事里面最重要的？因为空军它一旦天空上一旦有它的有制空权的话，那你下面的陆地的运输就全部在它的笼罩之下了。那你下面的海军呐、舰艇呐，那都不行了。所以它有制空权，就有了一切啊。陆军都是说白都是白花花的肉了啊。没用的啊，所以他只要谁掌握制空权，所以掌握了这个战场的这个控制权。而 F-35是目前最先进的，所以掌握 F-35就掌握了制空权，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所以它这个垄断优势是一时半会儿是取代不了的。那么它的国际这个合作方面呢，也占了30%左右的这个销量啊。那么它的护城河毫无疑问就 F-35啊，预计未来50年。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是几乎是铁板钉钉啊！它做主承包商具有绝对垄断地位，它的技术领先主要是隐形技术、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啊、太空系统领域，它接触领先地位。2023年的订单达到1580亿，2024年到现在啊也达到了1600亿，所以它一直长期握有1600亿左右订单。那么它和美国政府及盟国的长期合作关系也很难取代，所以这个护城河是很宽的。洛克希德马丁啊，我们再看一下雷神公司。雷神公司它的核心业务主要是导弹防御啊、导弹系统、爱国者导弹啊、精密导弹武器，以及它的智能空间与武器的解决方案。
当然还有原来惠普带过来的就是它的发动机系统啊，以及柯林斯航空航天的这个电子设备以及内部的系统结构。那么这家公司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呢，就是多元化的业务了。它原来是由这个雷神公司与联合技术公司UTC 2020年合并而成。它业务涵盖了这个军用的飞弹雷达、电子战，但是它也有商用系统，像航空发动机、航电设备。那么军民这个业务比例是66:34。军用收入呢，主要来自于这个雷神公司商业就来自于惠普公司，有柯林斯航天公司他们后来是把它合并的嘛。它的飞弹系统就爱国者、战斧、响尾蛇雷达以及新兴的这个技术，每年研发投入了25亿美元，拥有46000项专利，20%为前瞻性的那么在数位转型方面呢，它开发了这个第6代战机的这个智能武器系统，尤其是雷射的拦截系统以及整合的 AI 与物联网，提升了武器的这个自主性。那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面，它83%来自于美国政府。那其次还有就是中东、亚太也快速增长。那么毫无疑问，它的护城河呢就是专利和技术壁垒比方说爱国者飞弹系统，它的长期合约也很多3到5年期的国防合约提供了稳定现金流。2021年订单储备达到1518亿美元新数据我没查，也比较大但是它是军民互补的并且它的品牌和信誉比较高，在爱国者飞弹在俄乌战中间成功拦截了。这个拦截率很高80%-90%以上，所以它有很强大的实力。这个罗斯罗普格鲁曼呢，它的核心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在航空系统就是 B-21的隐形轰炸机这非常大的一个大机翼的这种还有它的任务系统、雷达、传感器、网络战以及 C4ISR 的系统就包括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这个它一个综合的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以及它的空间系统，以及还有防御系统。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呢，就是专注于隐形技术，在隐形这一块它的优势很领先。B-2、B-21轰炸机以及无人机，现在全球鹰无人机另外还有它的太空系统，就是詹姆斯韦伯望远镜60%收入来自美国政府。那么相对于其他巨头而言，它比较低调，专注于技术研发而非市场宣传。他们在太空与网络战方面，它也积极布局了迎合新兴的一些需求。它的护城河呢，主要是它的这个 B-21的这个项目，是未来20年美国空军的一个核心。由于它的技术壁垒很高， B-21的轰炸机是未来几十年的收入的保障它的专利技术有这个无人机、雷达、传感器领域有独特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现金流也不错。那么长期的国防合约呢，毕竟它的低债务比率2023年是约 40%， 最近我没查，财务它比较稳定，不像这个洛克希德它的财务这个就是负担还比较重，第一比例是210它的挑战在于它的产品线相对集中过度依赖于这个 B-21的这个大型项目，这是格鲁曼的情况我们再看看波音它的核心产品业务主要是战斗机它的超级大黄蜂以及鹰式战斗机，还有运输机 C-17 KC-46 加油机，以及旋翼机，就是它的有名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以及它的导弹与卫星。它的商业模式呢，它是整合了这个防空与国防。那么波音防务呢，是波音这个下面旗下的一个部门的，他们专注于这个军用飞机和太空系统以及导弹防御。那么2023年的防务收入呢，占波音总收入 33% 那么全球供应链这个它比较强，因为波音在全球有那么多飞机嘛，它有供应链优势，能够降低成本，同时提供的维修和这个升级服务。那么在国际这块的话，主要拓展是这个印度、澳洲这些国际市场，提供那个定制化的军用解决方案。那么护城河这块呢，它作为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之一，拥有深厚的行业基础，品牌效应呢有助于争取国际订单。它的多元化产品呢，从战斗机到太空系统到产品线广泛降低了单一产品的风险它也有长期的这个维修合约，像 F-15、FA-18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但是呢，它的挑战在哪个地方呢？因为它波音商用飞机的部门呢，737
有很多事故啊，它财务困境拖累了它其他的房务部门啊，影响了资金的投入。好，我们再做第三部分分析，就做一下财务分析。看一下过去5年的情况啊，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它的营业收入是保持稳定啊，利润率也稳健增长啊。过去5年通常在50%以上的净收益率 ROE 指标啊 ，ROE 指标非常重要。你投100万，他能赚50万，他50%以上啊，对吧？所以我想让我们的投资回报高的话，我们需要买我们投资标的，它的 ROE 也要高。所以罗克希德马丁它的过去5年非常稳定，当然今年出了点问题，待会再讲。那么雷神公司呢，稳定也是正常稳定的啊，但是有波动。这是它的情况。然后格鲁曼呢也比较稳定，它过去5年它的 ROE 呢在30到50之间啊，注意啊，这也很高了，相比一般公司而言已经很高了啊。但是马丁是50以上，这个是太相当于暴利了。那么波音的话呢，毫无疑问它的波动比较大了，它过去5年多为负数，利润为负数 ，ROE 为负数，这个财务状况不稳定，包括估值都不好算了，因为这个今天盈利，明天不盈利，就比较麻烦一点啊。这是简单讲一下他们5年的过去情况啊。这个图表呢显示呢，这个4大巨头的营收状况啊，都是在稳定增长的啊。这个绿色的是这个格鲁曼，格鲁曼这个收益小一点，它也是在稳定增长。你看了一下啊，这我们就这个表就不多说了啊，反正他们这个4个巨头都是根据这个全球这个军费的这个开支在增加，它也是相应的增长。那么利润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格德曼这个2021年上去了，后来下来波动下来一点啊。这个雷神的话，2020年啊亏了一下啊，2020年雷神啊，所以呢，这个总体来看的话呢，还是 LMT 的话呢，利润稳定一些啊。像 F-35的导弹业务贡献率啊，大概在10%到12%啊。NOC 的话呢，2023年利润下降啊，因这个 B21的研发成本增加，估计在24年、25年改善了啊。这是4大巨头的利润一个走势情况。我们看一下2024年的财务快照啊，LMT 营收是71 B 啊，净利是5.3 B，ROE 67。雷神是营收81 B，净利是4.8 B，ROE 10%。NOC 营收是42 B，净利3.6 B，ROE 是24。BAA 是亏损，ROE 具有不好比较。这是毫无疑问，这里面是最好的是我们的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啊 ，ROE 67， 2024年。那么雷神的问题就是 ROE 比较低了，雷神它都没到10%，所以不到10%的话，我不建议投资，因为它的收益你给了100万，他赚不了10万块钱，那未来怎么挣钱呢？对吧？LMT 最高，毫无疑问，人家讲过了啊。NOC 呢，ROE 有些波动啊，你看23年13啊，21年是51啊54是吧？24年是15，所以它是波动的啊。它的 ROE 也不错啊。那个波音就不说了啊，波音它这个不适用，所以这里面从 ROE 来看，毫无疑问 ，LMT 那就是个暴利行业了啊。市盈率这块，我们估一下值吧。目前这个 LMT 呢，这个 PE 值大概在15倍啊，有股息比较稳定，我认为估值偏低。NOC 呢是22倍，雷神是26倍。那么毫无疑问，估值来看，15倍就比较低，对吧？那为什么15倍呢？我待会再讲，因为它今年的利润这个在下滑，是吧？所以呢，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15倍。当然，这个20倍，我认为20倍就是一个均值了，26倍就有点偏高，所以雷神有点偏高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包括这个市净率啊、股息率、市盈率的一个综合比较啊。呃，雷神它这个估值啊，这个是到2025年8月份呢，它是18.5倍，当然还可以。波音就不说了，LMT 呢19倍，NOC 20倍。NOC 呢市值比较小啊，市值比较小一点，它大概是他们的一半，是这个雷神和洛希德马丁的一半啊。那个是1385亿，那个是1400，哎，它是700，一半，市值小一点啊，其他市值大一点啊。这倒没什么关系。那么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这里面就 LMT 不好的就是它那个市净率比较高，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这个净资产啊，这个17倍，那么雷神是最低的，这是2倍啊。当然我们净资产只是一个参考，算估值来讲，净资产可以不算在里面啊，主要看它盈利能力。比方说一个企业它没有盈利能力，它哪怕再多资产，那有什么用呢？旧的厂房、旧的设备，那可能一分钱不值，只是账面的价值，对吧？所以这个指标只是参考。那么市盈率呢，股息率呢，这个也是参考啊，一般是到15倍到20倍之间都可以，那超过25倍以上就是高了，高股一般就如果正常情况下面就不要买。股息率呢也是个参考啊，目前那个雷神它股息率比较高，3.0，它拿出了70%的利润分红，哎，它有钱赚，所以它对股东回报特别高，70%。但是呢，从估值来看的话，你支付率越高的股票越不值钱，就是不支付，就是每年挣的钱，通过你的高收益率每年不断去滚动，这个最有价值。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行业挑战这块，就是政府预算是波动啊，不同党派上来，政府那个投资国防预算也在波动，对吧？再就是新的技术可能会颠覆原来的武器市场，比方现在无人机是吧？无人机也许是吧，它现在这载弹量不大，如果载弹量大的话，那可能以后不需要轰炸机了啊，无人机是出动他妈几百架啊，轰炸也可以啊，所以说会有一定影响啊。再就是监管和道德压力的，这反战情绪啊，大家老百姓不愿意打仗啊，是吧？这可能也会有影响。那么行业增长这块呢，一个是数位转型，就不光是在这个军事这个战斗机这一块，你像那个 AI 啊、物联网啊、数据分析啊，它都可以融入这个武器系统，因为武器系统代表比较先进嘛，提升各方面的这个自主性、精确度，就是武器系统的那些高科技、高精尖可以用到一些民用啊，可以做这样的转型。另外呢，这个太空的高超音速武器也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啊，各个国家啊相应布局啊，以及这个随着盟国的增加军费，国际订单增长，这是它的行业增长的一些地方，以及行业挑战。简单说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洛克希德马丁的优势了。毫无疑问 ，LMT 是全球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它的 F35项目是它的核心竞争力项目，预计未来10年都有稳定的收入。我们投这个标的，也希望它未来10年稳定，对吧？它的财务稳健，ROE 高，我说了都是超过50%。目前呢，问题在于它这个高债务比例，就D-1，就是它的这个债务除以它的权益是210，这个呢偏高一点，一般是在这个指标在100以下比较好。但是由于它有高收益率，所以我们容忍它能够到200亿啊，现金流很稳定。技术领先啊，国际市场股息稳定，那都已经说过了。相比较其他公司而言的话呢，就是对雷神来讲 ，LMT 更专注于国防，没有商用的业务风险啊。你商用上拖累了也搞不好，是吧？它的垄断地位，它强于这个 RTX， 就是雷神的飞弹。飞弹这块各国都在做，所以它这个垄断的优势不是很明显啊。飞弹嘛，大家这个是吧？导弹大家这个技术水平都差不多啊。相对于波音而言的话呢，那么毫无疑问 ，LMT 的财务状况是远优于波音的，对不对？波音是受这个商业部门拖累，是吧？并且利润率也很低，没法比。相对于 NOC 而言的话呢，那么 LMT 的产品线更广啊，并且 F35的规模使用远超 B21，是吧？市场影响力更大。所以综合来讲，洛克希德马丁优势比较明显，在这4家中比较明显啊。
我们再看看它现在问题。它现在财报呢，就是今年的财报啊，我们看了一下，就大家看就是这个，它去年对比啊，这个收入也在减少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些项目亏损了，有些项目可能这个成本算的不够啊，这个投入研发比较大。比方说这个国防部有的项目啊，国防部可能也要求吧，是吧？各方面技术精度啊，这个东西有要求，他们投入比较多，到时间没完成任务。所以呢，到了什么情况？就是看了一下今年这个，你看这下面，最近的这个到了2025年的年，就是半年的这个现金这个自由现金流已经是负数了啊，每股收益是1.4毛6，它去年呢，你看同期是13.2毛4每股收益，是吧？那么今年二季度是1.4毛6，一季度是7块多，加起来是8块多。那么今年能否完成22块钱的每股收益？够呛了啊！原来预测是22到24之间，对吧？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情况就从目前看是不好的，所以有负面啊。但正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呢，它的现在价格比较低。我正常估算这个LMT 的价格应该在$900一股，它现在值400多美元，就是因为它这个财报半年的财报下来了，这下太狠了。所以呢，并且还有一些法律诉讼。现在大家说很多就是律师啊，就是已经因为在美国大家都是要守法的嘛，你要是某些这个你的信息披露啊不及时、不合适的话，那么影响大家亏损，是吧？比方说，大家现在诟病他现在没有及时的披露他这个信息，哎，你现在亏损，你现在突然来个亏损，是吧？来个这不是亏损，就是这个某些项目亏损啊，影响了这个半年的业绩，所以要发起那个诉讼，法律诉讼，到他要赔钱啊，搞不好一赔有几千万啊，也赔个股东是吧？哎，所以现在目前他是这个叫做官司，不说官司缠身嘛，反正有官司，正在打。所以的话呢，现在目前呢，我认为呢，可能还是个机会，要这么看问题啊，反而是个机会啊，否则它不会有这么好的价格，只是400多块钱，应该是800-900块钱一股。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二季度财报以及它这个负面影响对他来说有负面影响，但是我认为不会影响他的长期合同啊，因为说句实话，他这个我们做工程可以理解，就是说他有些的项目啊，他可能在管理方面出现问题啊，成本控制有问题。或这个项目本身，因为是科技方面，它有时候这个国防部要求更高之后的话，或者遇到了新的情况之后呢，它的研发比较大，拖长了时间，就造成某个项目的亏损。所以说，一个企业每年的亏损或者是这个叫什么盈利，某一项不稳，大部分是稳的，某一项不稳是很正常的。哎，王叔这么认为啊。所以呢，这反而是个机会。除非除非他的企业一直是不稳，那不行。他过去很稳。某阶段不行，那么它会再一步调整，它有垄断，它可以再调整，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价格啊，在400来块钱是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建仓，完说已经就建仓，然后呢，如果再低再建，就是采用这个搞法啊，所以呢，我的投资建议啊，综合一下啊，最安全选择啊，洛克希德马丁啊，高 ROE。以及它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将进一步推高订单。未来三次大战正在进行中间啊，俄乌没停吧，是吧？中东也没熄火吧，对不对？以后搞不好还有台海，对不对？所以它的交付量增加啊，所以在2025到3030年每年增长3%到5%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希望它的5%以上，这样的话有好的收益。那么估值较低的就是雷神，但是呢，它这个 ROE 是比较低。是吧？它有军民，虽然有平衡风险的这个作用，但是呢，但是不完全受益于这个军费的增长啊，就是所以考虑这个，就是要想平衡投资的，你投资雷神可以，波音就不说了，这个拖累了，一直拖累啊。NOC 呢比较低调，但是呢，它集中于这个隐形这个 B21，所以的话呢，这个产品线比较集中。它的也有那个利润波动风险也比较大啊，实际上它的利润波动风险不会比洛克希德马丁要低啊，所以综合来讲，应该洛克马丁更好一点，加上目前正好是一个建仓的一个机会啊。好，就讲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不同疑问，可以跟王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好的，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
时候也能把我想起。